现在有几股力量可能会对金融市场未来带来一个巨大的风暴。今天就会给大家探讨一下我对未来几个月股票市场的看法。我还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要给大家，所以大家记得留到最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得到很多价值，为大家未来的投资做参考。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市场。现在美国正在面对几个大的问题，除了之前我有给大家分析过的去美元化和银行危机之外，另外还有2个大的问题，一个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还有一个就是到了5月份基金经理要放假了，这2个也会对短期的股票市场带来调整的压力。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 It's really essential that Congress raise the debt ceiling so that we're not in a position of defaulting on our bills. That's something that could produce financial chaos, would drastically reduce the amount of spending, would mean that Social Security recipients and veterans and people counting on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that they're owed, contractors, we just wouldn't have enough money to pay the bills. 其实美国政府赤字连年，每一年都达到了它的债务的上限。以前每一年达到了上限之后，国会都是顺利的让它提升它的债务的上限，所以它的债台是越来越高。那今年有什么不一样了呢？就是因为去年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是赢得了一些众议院的席位，所以他们是掌控了众议院。拜登是民主党，所以政府也是民主党的政府。共和党就借着这一次债务危机来跟拜登政府来一个谈判，因为明年也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那现在债务危机的谈判当中有几个可能性的结果，一个是众议院要求美国政府削减一些它的开支，包括拜登政府引以为傲的政绩对新能源产业的资助，也是现在在谈判桌上。那如果他被逼的要把这些新能源的资助砍掉的话，那他的政绩就没有了。也有可能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不惜牺牲美国的经济，使到美国政府违约，这样的话对金融市场会带来很大的震荡，对美元的地位也带来进一步的冲击。但是经济差了之后，总统的声望就会下来，总统连任的机会也会下来。我们看到2020年特朗普就是在最后一年美国经济下滑之后，他的支持度降下来，使到他最终不能够连任。面对未来18个月美国会进入选举年，这一次的债务危机就跟以前的债务危机有所不同，也是最近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焦点。那同时我们也看到银行危机和美联储的不断的加息，使到美国的货币供应在最近是出现了首次的负增长，货币供应少了，未来的经济也会放缓，甚至有衰退或者大萧条。现在美股整体来说，它的资产价格还没有怎么大跌，还是非常的昂贵。但是我们要注意，以下这个是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到了5月份，美国有句话叫 Sell in May。 为什么5月份要抛售呢？因为5月份开始，许多的基金经理要开始放假了，他们放假的时候可能会对未来的投资比较保守，不愿意冒太多的险，持太多的股票在他们的仓里面，因为万一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他们正在度假，不想赶回办公室里面去清仓。一般来说，在放假之前会适当的卖走一些股票。我们在5月份也不要持有太多的美股。
再加上现在国际的情况，特别是在台海紧张的局势，也使到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基金经理认为未来有打仗的可能。最近 W 也说了，美国和中国是在战争的边缘。 We're on the brink of war with China for various reasons. I hope we make it to 2050. 我们也看到最近巴菲特在他的 Berkshire Hathaway 的年会里说到了，他已经抛售了台积电，因为他的财富放在日本要比放在台湾更安全。 I feel better about the capital that we've got deployed in Japan than in Taiwan. 同时我们也看到巴菲特其实最近一直在减持他持有了多年的比亚迪的股票。那当然不光是巴菲特一个人在抛售，刚才我们提到过的 Ray Dalio 也在大手的抛售中概股，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中概股的股价已经是累积跌了一段时间，我估计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会继续往下跌的机会是很大的。那说到了中概股、港股，除了台海的紧张局势之外，另外中国的经济也刚刚开始复苏，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逆全球化正在发生，许多的供应链要撤离中国，去中国化。那中国的科技业生产又受着美国对于一些关键的科技，包括晶片对中国的制裁，所以中国经济的复苏发展真的是举步维艰。那这些挑战经过了传媒的渲染，使到市场对中概股、港股比较悲观，我估计这个情况也会继续，所以在短期内真的有可能发生五穷六绝七才有机会翻身。那当然有了这个坏消息，也有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在给大家好消息之前，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在上个星期，我给内部 GMT 同学的指导期间，我给了他们一个练习。假设大家手上持有一只股票，突然之间这只股票的公司宣布，因为市场的改变，它未来的营收会永久性的减掉一半，而它的盈利会降低80%。在这个时候，大家持有这只股票应该怎么做呢？结果99%以上的同学就回答他们会马上抛售。这带出了一点，当一些坏消息发生的时候，普罗大众的情绪会是恐惧、悲观，特别是加上传媒的渲染之后，这个情绪会更加的扩大，导致过分的抛售。所以这只股票如果它的盈利降低80%，很有可能这只股票的价格会降低超过80%。假设这只股票的价格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已经是跌了90%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应不应该去抛售呢？其实你不应该抛售，更加有可能的是看看你手里面还有没有资金。那假设以前这个股票值100块，如果它的盈利跌了80%，那现在就值20块了，但是你现在是用10块钱来买一个价值20块的股票，结果你还是赚便宜了，可以买多1倍的股票了。那其实你是不是打了5折，以半价来买一只股票呢？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今天可能因为台海局势，可能因为去全球化，使到中国的企业未来的发展是迎着逆风，但是如果他们的价格是跌过头的话，反而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好的机会。当股价跌了之后，这个分母小了，如果我们还能够找到一些超级成长股，未来随着它逆风而上，继续扩大它的生意的话，未来它的股价也会恢复，反映它的真正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要有独立的思考，甚至有逆向投资的行为。当大家悲观的时候，在经济的寒冬里，在全世界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在大家过分悲观的时间里，我们是更加应该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做研究，来发掘一些优质的股票。 You have to find a company that's either a turnaround or a company that's going to grow. But we've had new companies come along. I mean, that's the nature. You have to be looking for new companies and look at the balance sheet.
那在这里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经常说，投资股票要成功，要有超级盈利的话，先要练到自己的心态能够长期安心。如果大家对如何可以长期安心的得到超级盈利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大家赶快把握未来带来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投资机会。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记得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咯。那我们下次再见。